车只是它一个中枢成心，速度只是它表现出来的态度，重要的是它的外形。进站它秉持的就是说，我外形一定挂第一。你三大车厂出来有没有？我外形如果输你们的话，没有，我包包的我等于买钢琴我骑的这一台是6万公里的进站来跑山说6万公里呢是有点含蓄实际上它前面要再加个1是16万6千公里的进站要来跑山然后3代的东西也可以移植到2代，所以变成说2代卖得好，3代改得爽，所以2代跟3代之间的流通有没有，就会变成说这个族群呢更扩大台七乙呢从此呢就被进站2代跟3代给包山了不用申请不用预约假日一到自动包山这样那一个没区间测速，你看大家玩得多开心救护车开得多忙碌理论上有一点说3代到4代之间可以算是只有3.5代或是3.99代，它还是存在3代的阴影，但是它把东西呢更精致化的给你，所以也会造成说买进站5代的人呢，他就有2种情绪，第一，我就是不要水冷，我就是要空冷，空冷好保养水冷就是一边骑一边漏尿闷不下，不然就是说我就是要空冷，所以要珍惜最后的进站空冷。进站最讨厌就是红绿灯都会变天鹅湖，因为车距1代2代3代4代5代忽然间排在6代水冷，哇，声音不一样造型不一样而且天鹅变成老鹰老鹰跟它看好会加人会吃饱天鹅都会吃小虫这这猛禽咱在相当很美这只是一个感官性的问题就是心就比较凶，心就比较厉害，心就比较会跑如何用心来打破心的规范呢？就是进站7代大家好我是迪赛哥今天一早离开营区之后没有，不是先去买早餐也不是先来做早餐我们是先来看风景下雨绵绵南部豪雨成灾1个月所以我们现在重要的呢是要来吸收阳光吸收芬多精看这样子能不能够不要吃药身体会变强壮但是想归想历史还是要回知到历史今天我们骑这一台进站3代来跑山跑山对他来讲可能有点困难当然是要看车况的问题你如果骑的是一台1万多公里的进站3代来跑山，可能问题不会很大我骑的这一台是6万公里的进站来跑山说6万公里呢是有点含蓄实际上它前面要再加个1是16万6千公里的进站要来跑山将近17万公里了以正常小朋友的骑乘里程数来讲，大概5万或6万就要换掉了。这台车已经撑了3个小朋友了，以一个小朋友骑5年来讲，这台车应该要骑到15年而已。可是他这台车的车龄就差不多应该是2014年吧，他车龄其实才11年，11年跑了16万公里算是很会跑的迪赛克现在跟大家简述一下进站的历史进站1代是2002年发售的2002年发售之后呢，发售成1代，然后呢，在2006年的时候呢，经过了4年之后呢，发售了进站2代所以大家俗称的胖天鹅那这一代不发售则已一发售惊人台湾热卖外销到日本热卖台湾乱改日本更是改到无法无天2006年发行的进站2代呢，一直卖到了2012年才出了进站3代为什么卖这么久呢？以前
4年一小砍，为什么现在改成6年呢？就是卖太好哈，因为2代卖太好哈，3代哈变成说势必要突破的话，有个困难所以为什么会拖到6年是一个原因呢？所以到了2012年就发表了这一代近战3代这台近战3代呢卖了之后也没有卖多久了，3代到2012年开始卖到2015年，后来就接续都正常又3年的那个销售时程为什么要卖3年呢？就是因为就是又回归自然了首先我们先讲一下这个3代的外形以前被人家嫌胖的胖天鹅，这一次他身材上面有做塑身变得比较没有那么胖的啦。没有那么胖之后他的大灯呢，从以前那个有一点讲变形虫还是那种什么细菌虫那种，变成这种回到这种盾牌这种死形盾牌的大灯然后面积也加大，然后这种灯出来之后又造成另外一个蓝伤那中间是一颗啦一颗灯大家就会改鱼眼改什么眼凸眼斜眼盲眼一大堆眼，然后这个壳就开始红橙黄绿蓝靛紫上面写的污啦。所以说有时候就是说，当你把一个特色做出来，改装店的朋友就会把它变成变色当它变色做出来就变成异色，异色出来就变成什么？对，就欧北色想色就色早上色晚上色起床也要色就改来改去然后这个后视镜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一代出来虽然卖的没有那么好，但是因为2代的引擎可以移植到3代，然后3代的东西也可以移植到2代，所以变成说2代卖得好，3代改得爽，所以2代跟3代之间的流通就会变成说这个族群呢更扩大台七乙呢从此呢就被近战2代跟3代给包山了不用申请不用预约假日一到自动包山安尼那一个区间测速，你看大家玩个多开心救护车开得多忙碌每次出门，每次机车露营，总是希望能够早点到营区，沿路慢慢骑，欣赏风景。但是优柔寡断的个性，总是让我太晚出门，摸黑上山，到达营区时，其实又累又饿，所以有时候我准备很多食材，其实是煮晚餐要用的，最后都变成是早餐在吃最丰盛的早餐。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带上山的锅具会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当我又累又饿又想睡觉，但是又不想要随随便便的煮完一餐露营的晚餐，所以我今天带来了这个不粘烧烤盘。它是不粘锅的设计，而且它表面是凹凸有颗粒感的设计，所以就算是我用重油重酱料或是一些会黏锅子的食材，在烧烤之后我把东西倒出来时，其实它是非常的干净的，甚至于我都不用到任何的清洁液或是洗碗机，我只要用水冲一冲之后，再用面纸擦一擦，其实这个烧烤盘就会非常的干净，而且不会残留到任何的油污。2015年呢，发表了近战4代，然而近战3代呢，跟近战4代呢，让人家诟病的是说，4代改在3代呢，好像几乎没什么改它就是把后面的尾灯呢修饰成 LED 长条灯然后仪表的部分呢再重新设计得更精致一点其他的部分好像就是看得到也感觉得到，就是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这个价格呢，那还是只有微调，然后呢继续在这个车型卖给你。理论上有一点说，3代到4代之间可以算是只有3.5代，或是3.99代，它还是存在3代的阴影，但是它的东西呢，
更精致化的给你。当然呢，这还是要继续卖，因为2代的车主呢，看到3代，他觉得出进站3代，他才拥有1年。你在2015年出进站4代呢，他也才拥有4年。他的车呢正好起，改得正好，投资正大的时候，他当然不可能会把车卖掉，他的换车潮势必会在7年或8年后。所以他这个2015年这台进站4代呢，他就小改就好了哈，延续寿命哈，延续热潮哈，反正呢旧车主也不急着换了。然后到了一个战国时代哈，2015年的进站5代出来哈，进站5代出来之后有没有让大家哈怎么讲？要骂也不是不骂呢又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呐。我的盾牌呢，我那个大大的盾牌给我改成2个小鼻孔，改成2个小鼻孔就算了，有没有？整个车型呢，要肥不肥，要瘦不瘦怎么讲？就是招奸矣啊！除了进站这个名字Cygnus 这个名字还在之外，如果鹅的皮还在，有没有？里面到底是装鸡、装鸭、装小狗都搞不清楚。但是呢，人讲天公听5人它刚好市面上呢也没有出什么比较强劲的产品好像市面上大家都一样一直在摆烂三洋还是那些旧车在卖那个大老板还没有进来，现在的大老板还没有进来开疆辟土光阳呢董事长呢那个时候刚好呢头上只有电脚下没有油所以说在这个混乱的情况之下呢，进站5代呢它既然就是默默的上市也默默的继续卖没有大卖没有什么市场因为就是这个造型大家就是不能接受。进站5代开卖之后有没有？一开卖的当时大家就已经谣言说进站6代可能会出水冷，因为这个时候呢，三洋的对手呢 ，BRG 呢已经开始有水冷的规划了，有消息传出来了。所以说，当一边有开始有水冷的时候，另一边继续推出空冷的引擎，大家就会怀疑说，雅马哈不可能没有水冷的引擎挡车那么多，对不对？车型那么多，不可能没有水冷引擎，是什么时候下放而已所以也会造成说，买进站5代的人呢，他就有2种情绪：一，我就是不要水冷，我就是要空冷，空冷好保养水冷就是一边骑一边漏尿不是，水冷就是一边骑一边冒烟你到底是要骑摩托车还是要开火车你不是漏尿就是开冒烟不然呢你要包尿布吗？然后再戴口罩吗？所以说呢，买5代的人就是2派啦，就是我就是不要水冷，我不买。就不然就是说，我就是要空冷，所以要争取最后的进站空冷。所以说5代也是因为这个纠结的情绪因素呢，然后让它在贩卖上呢，它就戛然停止了。当然了，这里番外篇因为进站5代算是末代的进站空冷所以呢，雅马哈对进站5代让大家知道说下一代它可能6代会出水冷的状况下，它也很生怕，非常怕。有点错，怕这些空冷125四气门的引擎的零件配件、协力厂商周边开模的那些东西成本会回不回来所以呢，他很聪明这个时候呢，他就另外出了一个双生机型叫 Ray 配备引擎配备爆来呢，完全跟进站一模一样然后再经过神奇的油土跟3D 射出工程就把 Ray 这台车给做出来了。Ray 这台车做出来呢，它只有一个使命就是卖得便宜，卖得出去，卖光光为止就把进站5代用不完的零件然后丢给 Ray，Ray 呢再便宜个1万或是15000搭配旧换新，有时候听说一台可以便宜到将近2万一台8万块的进站你可以6万多块摆到 Ray 大概惊呗，懂了没？惊到对不对？所以说那个时候 Ray 跟进站5代2台如果加起来的销售量有没有？那个量其实是吓死人的比进站4代卖的还更好
这就是国际大厂的 sense 啊，国际大厂的智慧啊，国际大厂的 knowledge 啊，厉害啊！好，我们换个角度再接下来再讲水冷啊。其实大家如果有在煮东西，或是在煎油、煎锅、煎鱼的人，应该都知道，其实锅子洗得太干净，没有任何的油脂，其实是不太好的。稍微有点油脂，那是养锅的必胜之道。人要养生，锅子也要养锅，所以选对锅，选对烤盘，会让我又累又饿的晚餐轻松的吃一餐，然后满意的去睡觉。这些是晚餐要吃的，结果泡面的点心变成了晚餐的主食，猪排、花枝丸、鲜虾变成了一个十分夸张的丰盛早餐。不过还好，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容易清洗的烧烤盘。虽然是烧烤盘，我觉得它的用心完全平面的不粘锅，更像不粘锅，或是说不粘锅，而且它的盘子底部还设有加热区的设定，烧烤盘底部还有加厚设计，这样子放在卡式炉或是瓦斯炉上，会比一般弧形或是球面的烧烤盘容易稳固的放在炉架上，而且加厚的平面设计会让烧烤盘火力更加集中，能够快速的将食物煮熟之后，或是半熟，或是在烧烤中有些肉需要比较类似像鸡翅、烤鸡也可以平均分配到粥，然后像需要烧烤大火煎煮的东西，或是说微火、文火加热的东西放在周围，这种烤盘是我用过，我觉得最实用而且最贴近露营使用的。一般我们露营其实根本不太想花时间去清洗锅子或是盘子，甚至于水冲一冲之后就先打包回家，要洗回家再慢慢洗。但是人是懒惰的，锅子是被动的，回去之后大概就是继续放着了，下次要拿出来洗的时候可能又是下一次露营了，所以好清洗，然后又不会沾黏的锅子，特别是烤盘，早上替我煮一餐丰盛的早餐，然后晚上又让我疲惫的身躯争取更多时间休息，这个烤盘我很满意。6代进站呢，在2021年推出来之后，有没有大家呢就已经在猜测说，那下一代的进站呢，到底什么时候出来？这种连续剧的状况呢，就是很像那威曼的电影一样哦。当你在看《复仇联盟4》的时候，当你买到票进到戏院的时候，你的心里的想的不是说《复仇联盟4》什么时候要开始演，你会再觉得说，今年是20XX年，那是不是再过了2年3年，《复仇者联盟5》可能就要上映了哦？所以说，这种像连续剧剧情一样在推出的车辆呢，大家呢就是那种手里拿一只，嘴里咬一只，脑袋还要想下一只哈。男人买车跟女人买车就是不一样啊，比新、比炫、比未来哈。所以说呢，进站6代出来之后，大家知道它是水冷，但是知道它是水冷之后呢，然后又涨价将近1万块哈，买当然是要买了哈。前面都已经买了5代了哈，没有理由不买6代哈。
而且有时候呢，你骑出去有没有？进站最讨厌就是红绿灯哦，就会变天鹅湖因为车距大有1代有2代有3代有4代有5代忽然间排在6代水冷，哇，声音不一样造型不一样而且天鹅变成老鹰老鹰跟它较咬会咬人会吃肉天鹅拢会吃小虫安尼尔。这这猛禽咱那相当远的但是呢，是这样子的吗？这只是一个感官性的问题就是心就比较凶，心就比较厉害，心就比较会跑如何用心来打破心的规范呢？就是进站7代进站7代呢，或许会在2025年的9月份呢会登场。这台车呢，6代车主呢可能呢换不下去你水我嘛水你看到美女你也动不掉，一看到美女嘛也动不掉所以说6代车主要换呢，就比较呢没有那么样的迫切至于5代的车主呢，5代的车主的话，他在2018年买的2018年买的呢，骑到2025年刚好进入了7年、8年的那种阵痛期要换也可以不换继续骑也可以所以说呢，就牵涉到什么呢？牵涉到这个造型。如果2025年出来的进站7代的造型呢，是会让大家觉得，这是一架进站这台进站一定不是变老鹰它好像是变成鹅了Cygnus那个鹅变得更优雅，白天优雅晚上呢会变成很凶猛的嘎狼的野兽就像那个我们在路上看到的女生有没有？白天是天使晚上会把你吃到剩下一坨屎黑的加恐怖所以说呢，如果进站7代7来的话，你会感觉到它的外表是很凶猛的，可是它的加速是很柔顺的这样子你要不要买如果进站出来的话，没有它的外形呢是很柔顺的可是呢它加速是很凶猛的然后停在那边有没有三不有时，就是有人想要过去给它摸一下就给它碰一下去给它查看一下这台车就会成功了有时候李赛克在讲的一台车好卖不好卖，它的动力呢绝对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呢，我们不需要把动力呢追求到极致说我一定要破几秒我一定要杀几秒我一定要怎么几秒。首先呢，你要先把外形做好看嘛，对不对？你像有一些 P 牌的车有没有？像 Panasonic 做的车啦，还是 Porsche 做的车啦，还是什么那个 Puma 做的车那些 P 牌做的车外形就不行嘛，外形不好看外高照都外高照当然油耗就我拍款都我拍款，那3卡欠2卡当然就卖不出去了进站它秉持的就是说我外形一定挂低你3大车厂出来有没有？我外形如果输你们的话有没有？我包包我等于买钢琴车只是它一个中枢诚心，速度只是它表现出来的态度，重要的是它的外形。它外形对了它整个 logo 的那个外形对了它就是一个成功的车。省油呢？省油当然呢，这个就是日本原厂能够支援的，有一个专门在搞油的单位它就会把省油的引擎Blue Code 的引擎呢把它做下来。所以说它引擎有外援，然后造型呢靠台湾的设计团队符合台湾的口味，操控的话又有日本赛车场Yamaha MotoGP 赛车场下放的一些东西。所以说理论上这是一台本质就够强大的团队在帮助他营造的车。可是为什么他还到现在还是万年老三呢？就是3个字太执着太执着这3个字呢，造成他永远是老三。然后呢，缺资金造成他永远是老三。然后另外呢，大家呢太竞争折扣输人家，钱伤少也是造成他会永远是老三。但是没关系老三就老三，对不对？牛头马面那么好你也买不起，你还不是买 Toyota 买马自达。所以说呢，老三并不是不好安全带你回家才是最好的谢谢。有人期待开箱的喜悦，我却感恩观箱的圆满。这台进站3代
他的责任已经完成了。随着我一生回忆满分。2025年9月4号，《近战期待》即将发表了，它会是让山叶机车再次荣耀的车型，还是让近战5代的车主找到一个不可不换车的理由？这台近战期待，其实8年前快9年的时候，它就已经骑了快16万公里了。后面的3年，其实就是在等待跟休养，等待期待，休养未来。回来的路上，我也买了上一次没有买到的水蜜桃，也如同网络上大家讲的，买水蜜桃真的要每一颗检查，不然吃到最后你一定会发现好有几颗压箱宝在里面。什么叫压箱宝？大家去看网络的留言就知道了。记住，每一颗都要翻起来检查。谢谢大家。删不掉手机照片，那画面，两人的脸笑得多甜，多留暧昧一点，难过就多一天。我不哭，要眼泪，真气。